只因我的序列觉醒比别人稍晚了一些，就被学校误认为是废物。就连舔了2年半的校花柳如烟也投入别人的怀抱，学校更是把我开除学籍。殊不知就在2天半后，我就觉醒了序列号0，白死神，成为神明继承者，掌控这世间所有犯下神罪的神明。郭18，我们得好好谈谈了。全班35个学生，除了你之外，都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完成了正式的序列觉醒。学校方面已经对你的处置做出了决定，校长认为继续培养你是浪费资源，所以今后学校暂时停止给你的修炼补贴。好的，知道了。你考上了清华，他考上了北大，我考上了地瓜，烤地瓜，烤地瓜，又香又甜的烤地瓜。deal。老板你好，要一个烤地瓜，多少钱？79，帅哥。多少？吃了是能考上清华，还是能考上北大？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好吧，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国货品牌很难的，有的是找自己的原因，好吧，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坑爹呀！倒霉倒霉倒霉！怎么突然就下雨了？这么晚了，怎么会有个女孩坐在这里避雨？郭18这时注意到了少女的右侧肩膀里有一个撕裂开的鲜红伤口，与那肩膀白皙滑嫩的肌肤很不匹配。喂，那个下挺大的，感觉一时不会停，要不我去拿把伞送你回去吧？家，我没有家。啊，那好吧，我家就在楼上，我给你拿点药，如果你没地方去，可以上去避会雨，等雨停了再走。啊，谢谢。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叶婉儿。我拿2箱，给你抹点药吧，你的伤口。郭18正准备帮这个女孩上药，却发现刚刚那里明明有一道很深的血痕，然而现在却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难道是自己记错了？不对，不可能，刚刚那里绝对是有一道伤口。刚刚你肩膀上的伤已经愈合了。我的族人都有这样的自愈能力。你的族人？你是什么种族？堕落天使。我执行任务的时候，来到一个陌生的位面，被那里的领主追杀，后来就陷入了异次元空间的扭曲漩涡，迷失了方向，然后不知道怎么的，就到这个位面来了。好家伙，自己特么居然捡了个魔翼回来，那我帮你联系我们人类的守夜人，我们人族跟你们黑天使目前是同盟关系，他们肯定会帮你联系你的族人的。那个，算了，其实我不想回家，我可以暂时留在这里吗？啊？郭18指了指自己房间的隔壁一间书房。那好吧，那个房间还有一张床，你先睡在那里吧。Thank you，谢谢。我还是打电话给守夜人报备一下吧。情况就是这样。好的，我们这边知道了，感谢你的汇报。不过，你确定在你那里的那个魔翼天使叫做叶婉儿？是啊，跟你发给我的那张照片上的女孩长得一模一样，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就是觉得她的性格好像跟我们系统备案上的不太一样。算了，没什么事。那你们要把她带走吗？还是不要了，既然留在你那里是她的意愿，就让她留在你那里吧。对了，你最好还是不要招惹她，这个女孩可能不太好惹啊。就这样，我们回头会再联络你。再见。电话挂断，郭18看着手机，很是疑惑。不好惹啊。我勒个骚刚，我看到了什么？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我的翅膀没怎么给外人见过，下意识就喊出来了。郭18看到旁边床头放的一瓶他没见过的东西，里面装的是某种幽蓝色的液体，晶莹发亮。你在疗伤，这是你的药？是我们种族用自己位面上特有的产物发明的药品。那正好，你要给翅膀涂药，应该挺不方便的吧？我来帮你。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了。没关系，不要给我客气吗？可是，郭18嘴角微微一翘，忽然很想要逗逗他。叶婉儿抬起头，郭18发现他的眼瞳竟然已经变成了鲜艳而显邪性的赤色血瞳，发色也变成了深红色。
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吧？竟敢占我的便宜！我占你什么便宜了？还不承认？就你刚刚那副面孔，我都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我 TMD 是好心好吗？叶婉儿慢悠悠的在床边坐了下来，优雅的翘起一条白皙长腿，眼眸颇有魅影，饶有兴趣的看着他。我说你的性格怎么会突然变化那么大？难道你是双重人格？当我察觉到身边环境有危险时，就会自动进入自我保护的状态。没办法，谁让他的性格那么软呢？成天被人家欺负了也不知道还手。你刚刚说他，那你的这个状态下到底还是不是叶婉儿？还是说你的这具身体里有两个灵魂？用你们人族的话说，可以是双重人格，从发色上就能区分我们。但是不管是现在的我，还是刚刚的他，都是我而已。这不纯变态吗？你在嘀咕什么呢？没什么。行了，我就是过来拿本书，你快点回去早点睡觉吧，大晚上的别瞎折腾。哼哼，还算挺可爱的。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谁？房东先生，是我。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要把他放出来伤害你的，真是很抱歉。你没有受伤吧？没事，是我没有敲门就进房间，是我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其实我们魔翼在黑夜环境下会比白天更不容易疲惫，而且我们一天所需的睡眠量也很小。原来是这么回事，反正我也睡不着，有点饿了，我带你出去吃点东西吧。喜欢蹲监狱的朋友们都知道，想要越狱是无比的困难，而我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监狱长。至于我觉醒了神明序列，体内隐藏着一座亡灵监狱，里面关押的不是神明就是魔物，他们要么死在这片亡灵之海，要么与我签订契约，成为我的奴仆。怎么样？我们人类的位面可能没有你们黑天使位面那么高度的文明，但城市里还是挺热闹的吧？这时候，一群人在往天上看，议论纷纷，指指点点，好像在看着什么奇特的景观。怎么回事？郭18发现时间在这一刻好像停滞了，整个画面所有人的动作都被停在了这一秒，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正常行动。少年呐，继承我的力量。老楚，你听说了没有？咱们叶城来了一个万象级别的黑天使，好像说是在扭曲空间迷路了。啥玩意儿？万象级迷路？你 TM 都晚了，骗你干啥？骗成了你能多分我根源是吧？那个黑天使现在在哪？被邀请到局里做客了吗？俺可听说黑天使的文明程度比咱人类还牛呢，嘿，真想见识见识。没有，听说被咱们市的一个市民给捡到了，现在就住在那个市民的家里。你认真的？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队里的人说的。两人话音刚落，东边的天际突然落下一道刺眼光，整个世界刹那间仿佛进入了一种诡异的混沌状态。刚刚那是什么情？该不会是神明序列？这种异象绝对没错，有神明序列显示。那别废话，赶紧通知总部吧。总部，这里是守夜人城西小队，发现神明序列显示，喂，你醒行不行？我可不想背你回家呀。停，你还打上瘾了？不就是在你腿上多躺了一会吗？终于醒了，你到底搞什么？怎么好端端的突然就晕过去了，还一头倒在？我晕倒多久了？大概半个小时吧。这么久？郭18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他忽然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发生了某种变化。喂，你到底怎么？干嘛一直在发呆呀？该不会傻了吧？摔在地上的时候磕到脑袋了？刚才我好像看到了一个人。什么人？一个全身笼罩在白袍里，拿着银色镰刀的人。他从那混沌灰雾之中走出来，好像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最后没能看清他的脸。坏了，这房东真的傻掉了，连梦和现实都分不清了。警告！检测到不明异界生物入侵位面，请所有在外活动的叶城市民抓紧时间回到家中，开启庇护屏障。所有守夜人准备御敌。搞什么呀？我才来这个位面度假，没玩2天呢，怎么就碰上位面入侵了？走吧，先回家再说吧。你小子真是个胆小鬼，等等我。叶婉儿看见远处的街头拐角，一头全身笼罩在混沌黑暗中的诡异生物从灰雾里爬了出来。姐，亡灵生物，这种生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主物质位面了，怎么会突然出现？亡灵生物猛地跃起，朝郭18和叶婉儿扑面而来。
咦，真恶心，黏糊糊的。街道上又爬出了几头亡灵怪物，想要围攻叶婉儿他们。不过他们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惧的东西，甚至在小心翼翼地往后退。哼，现在知道怕了。不过很快他又发现，这些智商不高的亡灵怪物好像怕的并不是他，这些亡灵生物好像都在盯着他身边的郭18。怎么回事？这些亡灵生物为什么这么害怕郭18？叶婉儿再次一看郭18，发现郭18闭着眼睛，身上却氤氲散发出一股灰白色的魂气。亡灵生物们发出凄厉的声音，紧接着他们的腐肉身躯竟然自燃了起来，被黑色的烈焰缓缓气化，变成了一缕缕好似灵魂一样的东西，然后都被吸到了郭18的身上。叶婉儿也不得露出惊讶的神情。老唐，今天我要是战死了，记得帮我把信交给我儿子啊！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要给你自己给去。嗨，我不就说说吗？咱们这一行的，总得给自己备好后事。别废话，他们来了！亡灵生物的体表莫名燃起了一团团黑色的火焰，身上的血肉居然在那黑色火焰的焚烧下一点一点的被融化、蒸腾，最后变成了肉眼难以看清的魂气，然后升腾到空中，好像都朝同一个方向飘去。队长，什么情况？唐红山本来已经做好为了保卫叶城而牺牲的准备，却没想到会是这番情况。不只是眼前那些怪物，原本暗红的天空颜色也渐渐恢复了正常，耳边那些鬼泣亡灵的声音也逐渐消失。我也不清楚，刚刚的警笛是 A 级备战警报，证明城防系统检测到有至少数量1万以上的异位面生物入侵到我们的位面。正常来说，以我们叶城的守备力量，根本挡不住这个级别的入侵。我还以为敌人这波来势汹汹，我们注定要死战了，谁知道……唐红山突然想到刚刚出现的异象，神明级别的序列现世，出现了那个异象之后，就立刻有异界生物入侵叶城，而且还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异界种族。难道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其中有什么联系？队长，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算了，没什么，我们还是赶紧联络总部吧。而那些被黑色火焰焚烧过的魂气都飘向了郭18，全都被他吸收到了体内。这是一个灵气复苏、魔物纵横的世界，人们拥有了修炼武道、异能、魔法等各种超凡的能力。而我觉醒了神明序列，成为神明继承者，体内隐藏着一座亡灵监狱，关押的全是罪大恶极的魔物。哎，你大爷呀！你给我干哪儿来了？这是国内吗？啊！哎，死神办公室，我这是在做梦吗？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这个梦真是奇怪，进去看看吧。这就是死神办公的地方吗？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精致漂亮的武器。就在这时，郭18忽然发现了窗户外的亡灵生物。这不是入侵叶城的亡灵生物吗？不是被叶婉儿一个指头弹得灰飞烟灭了吗？怎么会在这里？还玩捆绑？这死神也不是个正经人。亡灵监狱囚犯名册：姓名、薪资、种族、神、职位：第2代雷神、叛神、亡灵状态：越狱，下落不明。姓名、食魂、种族、神、职位：第7代剑神、叛神、亡灵状态：越狱，下落不明。这到底是什么？是神界之中死去的神异以及叛神的名册。奇怪，这里怎么还放着一个骷髅头？好瘆人！干嘛？白死神大人，您居然复活了！我本来以为只能孤独的一个人在亡灵海域上飘荡了，没想到您居然还活着。看来我们诸神文明终究没有完全灭亡。你是什么东西？你叫什么来着？骷髅竟然还会说话！我是您白死神大人最忠实的助手兼秘书兼管家兼司机，诸神文明尽头最后的，也是最牛逼的、最先进的、最善解神意的太智能墨子。我看这就是个人工智障吧，这么瘆人的东西竟然是个碎嘴子。嗨，不管怎么说，大人您没事就是最好的消息。不过您消失了之后，亡灵之海服刑的恶灵们基本全都造反了，他们脱离了亡灵世界，跑到其他各种的层次世界去了。恶灵造反？郭18想了想，刚刚的花名册上写的那些神异与魔异，最后的状态基本都是越狱，下落不明。他目光投向左侧落地窗外，那片亡灵之海上的礁石绑着的那些怪物。
那些家伙昨天入侵邺城，应该原本也是越狱的囚犯。是的，不过刚刚我接收到信息，有1万多头罪孽深重的恶灵又被抓回了亡灵之海。嗨，我早该想到是您回来了才对。退出精神世界，郭18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脑袋后好像枕着一个软软的东西，挺舒服的。你醒啦？我是怎么回来的？当然是我把你抬回来的呀。谢了。对了，刚刚那些入侵的怪物呢？现在城市里的警备已经解除了吗？你问我，你自己干了什么事你不知道？我干了什么？我还是第一次见人类能有这么大动静的序列觉醒。你觉醒出的职业到底是什么？白死神，这应该就是我序列职业的名字。不过暂时还不清楚这个能力的序列号是多少，可能还需要到学校去，通过系统的查询才能清楚。走吧，我们现在去一趟。局长，大队长，我回来了。那个觉醒神明序列的人找到了吗？还没。昨晚的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先是异响，然后又是位面入侵，一晚上基本都在警戒着那些怪物还会不会再出现。经过我们的调查，昨天的异象还有位面入侵，毫无疑问，我们邺城绝对是出现了一位神明力量的继承者。我去，神明继承者？您认为这次出现的是哪一位神明的使徒？刘贺望着他的眼睛，缓缓告诉他：神明序列号灵白死神卡洛斯。大队长，你是不是搞错了？我记得死神的序列号是13。不是死神，而是白死神。白死神？死神的职责是掌管凡世间一切生灵死后的亡魂，而白死神则是掌管着宇宙间所有神明与魔翼死后的灵魂，同时也负责关押囚禁一些犯了重罪的神明。唐红山听得一愣一愣的，听起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但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呢？你们赶紧出发前去调查，寻找这个觉醒了神明序列的人，绝不能让他被那些基因公司或者五行会的人带走了。是，我现在就去。唐红山转身便要离开办公室，走到门口，他又突然想起一件事。对了，局长，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昨天接到市民的报告，有一位黑天使在穿梭时空乱流的时候迷了路，意外来到了我们人族卫冕，现在正借住在那个市民的家里。胡闹，怎么能这样？无论如何，对方也是某裔，是哪一位黑天使？你问过了吗？是夜晚，是黑天使文明培养的那个战争兵器。是的。我去。好吧，算了，这件事随后跟黑天使文明联络了以后再说。你先去寻找那个神明继承者，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他找出来。是。郭18看着那开除通知，嘴巴微微张开，似乎想说什么。校长之前已经交代过了，只要你再惹什么祸，就可以直接把你开除了。你自己看吧，上面还有他的签字和盖章。校长早就有想要开除郭18的念头，杨青也对郭18非常不满。这样一个吊车尾混在他的班级，好家伙，刚觉醒序列的第2天就被开除了，可还行？你本来就不适合继续在学校修炼了，反正以你的资质，就算毕业了也不可能加盟什么大公司，还不如趁早自己出去找个厂上班吧。辅导员啊，你说像我这种天赋，是不是真的没有觉醒序列能力的潜力？废话，这还用说？1级天赋觉醒的可能性是3/1000的概率，连你这种学生都能觉醒，我当场就把这个电脑屏幕吃掉。那您胃口挺好，感谢您这半年以来的照顾，祝您全家身体健康，希望我下次见到您的时候，您的胃口还这么好。不愧是没父母带大的孩子，切。哎，被开除了，接下来该去哪呢？已经觉醒了序列能力，虽然还不知道具体的序列号到底是第几，但起码应该不会没学校收吧。这个时候，唐红山一身黑色风衣装，带着2个守夜人队员朝这边走来，正好与郭18擦肩而过。大白天穿一身黑，以为自己是杀手吗？该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再帅也没有我的粉丝们帅。唐队，你已经知道我们该去哪里找那个白死神的使徒了吗？当然，这种简单的事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唐红山一只手从风衣的内兜里摸出手机。这么年轻，看起来像是个上了2年半会打篮球的大学生啊。他的篮球很厉害吗？肯定还不如我。我也看看，哇，是个很帅的小哥哥嘞。帅吗？也就一般吧。行了，别拍马屁了，走吧。现在大学应该还没有下课，去找到那小子，早点把他带回去，咱们也好回去交差。好耶，等他进了守夜人，把他拉进咱们小队吧，这样咱们小队就终于能有一个男性的颜值担当了。我咋觉得这话不太对味呢？
经常炸学校的人都知道，那感觉倍儿爽，因为从此都不用再写作业。而我此时就有想炸学校，只因我觉醒神明序列的第2天就被学校开除，那我 TM 的不是白觉醒了吗？守夜人城南第3小队队长唐红山，原来是唐队长，幸会幸会，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吗？我就开门见山了，昨夜天空的异象，你应该也知道了吧？新闻已经报道1整天了，真是可怕，没想到会有一件魔族突然入侵，幸好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昨夜的异象是因为城内有一名少年觉醒了古代神明的力量，我们经过一番调查，发现他正是你们这所学校的学生。真的？神明使徒，那可是全国都没有几个的超级人才，没想到居然出在我们叶城大学。那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通过系统查询，他的名字叫做郭18，只可惜他的电话一直都打不通，所以我只好来你们学校了。郭18，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郭18同学啊，这孩子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虽然他天赋不行，但是非常努力认真，我早就知道此子将来必有一番成就。我们还有公务在身，不能浪费太多时间，麻烦你把他带过来吧，我想跟他聊聊。好，我现在就打电话找他班上的辅导员。喂，杨老师，你快过来一趟。校长，您找我。杨欣老师，那个郭18同学现在在哪里？赶紧把他叫过来。他呀，校长你放心，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把他给开除了。您说的对，像他这种没有潜力、没有天赋、纯拖咱们学校后腿，早就应该开除了。所以刚刚他来学校报到，我直接就把开除通知书甩他脸上了。现在他已经卷铺盖走人了。啊，校长你怎么了？我的妈呀！幸好我躲得快，居然开除了一个神明继承者，真是神奇的故事。唐队，现在我们可咋办？没办法，看来只有我们自己去找了。不过看来他应该还没走远，我们追。说完，唐红山3人就转身离开。3人刚匆匆走出叶城大学，就接到了总部的电话。新出现的2号空间门有不明魔物入侵，伤亡惨重，快速前往支援。好的，大队长，我马上就赶过去。唐队，什么情况啊？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大队长说，又有不明魔物从2号空间门里面跑了出来，负责驻守在2号空间门附近的一整队守夜人都全部被那不明魔物所伤，还有2名守夜人当场牺牲。怎么会这样？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是去抓那个闯进夜城的魔物，还是先赶去2号空间门？还有那个神明继承者怎么办？唐红山沉默，在心里斟酌了一会，下决定道：先去2号空间门现场看看吧，至于那个神明继承者，只能回头再说。可是唐队，局长的意思好像是把神明继承者找出来的优先级高于一切。羽西，你记着，我们守夜人唯一的优先级是守卫人类、守卫城市、守卫战友、驱赶魔物，其他的一切的都是其次。林雨熙愣了愣，随即站直了身躯，语气坚定地应道：是，谨遵队长教诲。班长这次可是多亏了你，以后在班里要多照顾我呀。咦，狼哥，那个是不是咱们班的郭18吗？卧槽，这小子什么时候交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就是啊，听说他今天刚刚被辅导员开除了，这样的废物居然还能交到这么极品的女朋友，真是见了鬼吧。走，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在女朋友面前丢丢人。喂，郭18，是你们，有事吗？听说你被开除了，既然这样，把你欠班级的积分都先还了吧，总不能走了，留下的屁股都让班级帮你擦吧。我好像没欠什么积分。上次咱们班一进任务击杀邪虫级魔物失败，都是因为你的实力太差，老是拖咱们班的后腿。你说这个锅你该不该背吧？我姓郭就得背锅吗？我上斗啊！敢骂我？这小子最近胆子变肥了，怕是女朋友在旁边，才故意打肿脸充胖子吧？哥温，乖。小美女，你还是看清楚这家伙是个什么样的废物吧，以后来伺候老子，老子的一根手指都比他强。我一定会回来的。我要打10个！你很会打吗？你会打有个屁用啊！出来玩要有实力，要有背景。
施我一招麻痹。这一招是他的一阶异能麻痹，就如这个名字，通过雷电麻痹对手，令对手无法动弹。可恶，全身酥酥麻麻的，没有力气。让我来替你解决他吧。不需要你出手，我可以。看来师傅是搞错了，这样的实力怎么可能是神明继承者？居然还需要我来测试，真是无聊。梁卫突然发现郭18的身上不太对劲，梁卫通过传输到他身上的电流发现，这家伙的身体里好像有一个无底洞。这一刀会很帅，切，那也没有观看视频的粉丝们帅。这个我承认，谁让关注我的人都长这么帅呢？叶婉儿这时候却好像感应到了什么。郭18，怎么了？前面有一种奇怪的磁场。磁场？我感觉好像又闻到了某种异界生物的味道。异界生物在城里？你确定？我不能分清楚是什么种族，但我能闻到他身上有异界的气息，对方可能很强大。有异界生物，可是城内也没有拉响警报，难道是之前的秘密入侵仍然有漏网之鱼没被揪出来，混进了城内？我明明是一个天赋只有1级的差等生，却被各大组织抢着录取，只因我觉醒了世间唯一的9S技能，成为了掌管神明和魔翼生死的白死神，手下更是掌控着强大的亡灵军团。紧接上集，郭18被学校开除后，在街边偶遇班长梁卫，两人展开激烈的斗争。郭18越战并击败班长梁卫。注意看，这一刀会很帅。殊不知郭18已经被其他组织的人给盯上了。果然不愧是神明力量继承者，还未掌握白死神的任何能力，就已经能够凭借体质硬抗异能者的攻击。老板，这人真是白死神的使徒，他还没用任何能力呢，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昨晚那些出现在夜城的亡灵生物都不是一般的亡灵生物，那些都是恶魔的亡灵。真的假的？我绝不会认错，你们去吧，找他谈谈，出最好的条件，但是记住不要用威胁的。为什么？这小子会被很多势力盯上，我们也只是下手而已，别到时候不好收场了。是。你是谁？郭18本来想要带着叶婉儿一起去吃饭，突然眼前的西装男就跑了出来，说要跟他谈谈，还要请他喝咖啡。你是郭18同学对吧？对，我们是基因公司的。郭18听到这4个字表示震惊，他是最底层的平民，但对基因公司这个名字他也是多有耳闻。这是一个势力极大的跨国财阀公司，专门研究人类超凡者基因的潜力。我们刚刚看到你的表现，不愧是神明序列觉醒者，即使还未完全掌握使徒的能力，就可以让 1.9 级异能者的能力被反噬，真是令人羡慕的潜力。那你们过来找我有什么意图？是来拉拢我的？是的，我们基因公司非常诚心的邀请你加入。我刚得知消息你被学校开除了，听到这个消息都笑疯了。等你学校的校长知道他们开除了一位神明继承者，不知道表情会有多精彩。郭18忽然沉默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郭18同学，你果然是有成大事风范的人，得知自己觉醒了神明序列，居然一点都不激动，真了不起。那倒不是，我只是在想，你们是诈骗犯的可能性大概有多少？我今天来是奉了总公司的指令，希望能够邀请你加入我们公司。只要你加入我们基因公司，成为我们的员工，你立马就可以得到一笔相当优厚的签字费。有多优厚？2000金龙币。我回去考虑一下，再回复你吧。那个郭18，怎么了？这个基因公司你最好不要加入。为什么？我们黑天使世界也有差不多性质的公司，好像还跟你们人类的这家公司有着某些合作，他们都是一群疯子。好，我会慎重考虑的。唐队，这些人的伤好像是被某种刃器所伤的，伤口都非常平整，而且每一个人的伤口方向都非常一致。唐红山的神情变得非常凝重，什么样级别的魔翼可以一剑瞬间干翻10几名守夜人，同时还把周围的环境破坏成这样？难道是传说中的暗血剑魔？不对，
按血剑魔可是森罗级别的魔翼，如果真是森罗级的魔翼，这些人绝对没有任何活命的可能。小川，分析一下血液的成分。哦，好嘞。杨小川从身后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将一点点血液粘在电脑的感应器上，然后手指在上面飞快敲动。咦，奇怪了，怎么了？分析出来了吗？分析出来了，但是伤者的血液中并没有被魔气侵蚀的成分，可是却有被神力侵蚀的反应。这一次，连唐红山都露出十分震撼的表情。你说真的？难道是神明使徒？真的。有监控吗？有，不过已经失效了。那个怪物似乎拥有某种领域能力，空间门附近的常规电子设备在它出现的那一刻就全部瘫痪了。根据现场人的描述，他们说那是一个全身被包裹在一团幽蓝色的火焰之中，穿着残破的铠甲，手中还拿着一柄巨型大剑的生物。唐红山、杨小川、林雨熙三人面面相觑。唐队，你怎么看？我们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是太少了。也许除了使徒之外，真的还有别的未知生物，也拥有古代神明的部分力量。我们得赶紧找到那个拥有神力的神秘生物，千万别忘了，那可是神力。是。我了一个烧缸，你们还是人么？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还有救啊，能不能先救我再聊天？这老六，我真的服了。你一个人吃这么多不成吗？这才哪到哪？老板，再来一碗螺蛳粉。不好意思，我们店的食材已经被你们吃完了。有烤地瓜，你吃吗？好吧，当我没说。真当我还是大冤种呢？切！吃饱喝足了，那我们走吧。这时候，一个歇斯底里的惨叫声音突然从远处的街头传来。快跑呀！有魔物入侵了，快通知守夜人。我们也快走吧，我刚觉醒序列能力，还没有熟练掌握，不适宜硬刚。又不等我，你个大猪蹄子！大街上的人们四散而逃，可是那亡灵大剑士在逃跑的众人之中，一下子就锁定了郭十八和叶婉儿的身影。挖了个渠，好像是专门冲我们来的，不能因为我长得帅就针对我呀。有个双重人格的女友是种什么体验？上一秒还是娇羞可爱的清纯少女，下一秒就变成了红眼御姐。她一个响指就能毁灭一个星球，只因她是非天使文明培养的战争兵器。她就是堕天使叶婉儿。我的妈呀，这也太倒霉了，怎么偏偏盯上我们了？亡灵大剑士死死地瞪着郭十八，就好像见到了仇人一般，就好像在说：“老子终于找到你了。”初次见面，怎么这家伙好像一脸跟自己曾经抢了他老婆似的？你是不是认识我？亡灵大剑士似乎被郭十八的这句话激怒了。吓人了，吓人了！你没事吧，郭十八？咦，我没事。这怪物有点棘手啊。我操！快躲开郭十八！郭十八，你没事吧？怎么回事？突然，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白死神感觉到我有危机，就出现真身吓退了那家伙。这家伙好像很害怕白死神，不过总感觉这家伙在哪里见过一样，到底是在哪里呢？果然是你，真是害得我好苦。看来还没有真正掌握能力，必须扼杀再摇篮。怎么样，小子，伤得重不重？我没受伤。那就好，快躲到安全的地方去吧，这里交给我们守夜人就行，保护好自己。这老六，我真的服了。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有个大耗子飞过去了，真是帅不过3秒啊！唐队，大队长都劝过，让你少在战斗的时候说那些中二的话了。
成功了。我去，唐队，你没事吧？杨小川，你也太慢了吧！你当时没看到我有多帅，炸的那怪物屁滚尿流的。切，要不是我用电脑定位到怪物的位置，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瞎找呢。可恶，竟然偷袭我！我没事，就是有点头晕。林雨熙扶住了半边脸，只觉得有些丢人。你好，你就是那个被白死神选中的神明使徒吧？你叫郭18。我是郭18，你们是守夜人？没错没错，我们是叶城守夜人3小队的。我叫林雨熙，那个叫杨小川，还有刚刚那个有点丢人的是我们队长唐红山。接着，林雨熙开心的一拍双手，太好了，不仅打到了入侵位面的异界生物，还正好找到了神明继承者，这下我们不用挨局长的骂了。你们在找我？当然了，你可是继承古代神明之力的使徒，你前2天在城南觉醒序列之后，把官方给都惊动了，不只是我们，全城的各大势力估计都在到处找你吧。郭18突然想起了之前找上他的基因公司，看来自己觉醒的消息的确已经传开了。然而这个时候，只听一声沙哑的低吼，那亡灵怪物手托的大剑竟然又从那浓烟滚滚中缓缓走了出来。我去，这怪物还没死。小川，你电脑的数据分析没有错，我感觉到了，这怪物的身上真的拥有一部分神明的力量。当然了，我的电脑从来不会出错的，好吧？郭18静静看着那亡灵大剑士，依然觉得这怪物身上的气息非常熟悉。不对，不是他熟悉，而是白死神熟悉。姓名、尸魂、种族、神、职位、第7代剑神、叛神、亡灵状态、越狱，下落不明。我操！剑神、尸魂，眼前这个亡灵怪物，居然曾经是一位神明，怪不得一直追着我砍，原来是白死神监狱的囚犯。你们都退后，这家伙很强，你们应付不了。唐队，要不算了吧，我觉得你也打不过他。曾经地神域，有趣。解决了吗？没有，好歹曾经也是神明，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被解决？这个女孩是魔翼，而且等级不低，万象级。该不会前2天有市民打电话说的有魔翼来到夜城，就是她吧？怪物尸魂倒在地上，叶婉儿迈着步子走到怪物尸魂的面前，眼神玩味轻蔑。话说，你的神力也变得太污浊了吧？看来你变成亡灵生物之后的经历很精彩呢。到底是吞噬了多少魔鬼的灵魂才会变成这样啊？怪物尸魂好像被少女的话语刺激到了，恐怖的面容变得更加狰狞，发起大剑再度暴起，扬起大片沙尘。等到尘埃散去，怪物尸魂已经不见了踪影。好了，没想到这个尸魂居然这么怂，好歹曾经也是一位神明啊，居然就这么跑了。小川、雨熙，你们都没事吧？我明明是一个天赋只有1级的差等生，却被各大组织抢着录取，只因我觉醒了世间唯一的至尊技能，成为了掌管神灵和魔翼生死的白死神，手下更是掌控着强大的亡灵军团。唐队，我们没事。我也没事。那头异界怪物跑了吗？看来是的。唐红山说着，然后神色复杂的转过头去看向不远处的夜晚。郭18，你没事吧？我没事。你这人格切换的也太快了吧！喂，大队长，我们已经找到那个打伤1小队守夜人的怪物了，不过对方不是魔物，是一个未知的异界种族，而且拥有一部分神力，我们没能抓到他，让他给跑了。是的，具体情况等我回去再跟你解释。对了，我们已经找到那位白死神的使徒了。我会尽力说服他。同学，没受伤吧？一点擦伤而已，不大碍。想必您就是黑天使一族的夜晚殿下吧？你好，我是人族夜城守夜人3小队队长唐红山。你好。唐红山有些茫然，这才一会儿的功夫，这姑娘怎么突然感觉跟变了个人似的？她双重人格，不用在意，受到刺激就会变成刚才那样。这么说，之前那个打电话说收留了一个在位面中迷失方向的黑天使少女的人，就是你？是我。这么说，你就是那天接电话的大叔？唐红山哭笑不得，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样巧的事。郭18同学，我们换个地方聊聊，怎么样？有什么事吗？你觉醒的是非常有潜力的神明序列，我们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守夜人。郭18顿时沉默下来，似乎是在考虑什么。唐红山见他这个反应，倒也不着急。我们还是上车聊吧，怎么样？
好，叶殿下，你应该是初次来到我们人族位面做客吧？一起到我们叶城守夜人总部坐一坐如何？我们非常欢迎我们黑天使的同盟朋友。啊，我叶婉儿犹豫，看了看旁边的郭18，走吧，一起去看看。好啊。车就在前面路边停着，我们走吧。唐红山上车前，林雨熙偷偷拉住了他。唐队，刚才信息组的兄弟发短信给我，说基因公司的人已经抢先我们一步找过郭18了。基因公司可比咱们有钱啊，给的条件啊、资源啊、福利啊，都比咱们守夜人好。万一没有万一，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了，无论如何都得把他拉拢过来。这事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可是要怎么说服他呢？你想好了吗？这年头的年轻人都不爱谈梦想，都是朝钱看的。咱们守夜人可是几大势力之中最穷的，绝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的魅力你还不知道吗？放心，车门我已经焊死了。他若是不答应，今天谁都别想要下车。我太难了，快走了吧，别让人家等着急了。队长，你等等我。几人上车以后，越野车缓缓驶去。看着越野车缓缓驶去的影子，一男一女两个身影显现了出来。为首的人穿着像道士一样的服饰。黑天使文明培养的战争兵器吗？实力比我想象的还要强。白死神的使徒，黑天使一族的战争兵器，这两个人居然碰巧走在了一起，命运的巧合还真是有趣。师傅，黑天使的战争兵器是什么意思？那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与其说是战争兵器，不如说是黑天使文明耗费几亿年的实验研究之后培养出的一个实验品，不过是最优的实验品。跟你讲，我们守夜人的妹子可多了，你加入我们可就享福了。那帮小姑娘啊，最大的爱好就是撩拨鲜肉小兄弟。我平时老劝他们收收口水，注意影响，都劝不住。而且咱守夜人绝对不搞刻板思想，爱谈恋爱谈恋爱，领导带头鼓励生5个的那种。生娃期间还有福利补贴，除了训练和执行任务的阶段，其他时间爱干嘛干嘛，绝对不多干涉管制。怎么样？考虑考虑，加入我们守夜人，绝对不会让你后悔的哟。唐红山乐呵呵地说着，简直像是忽悠人的传销组织头领。林雨熙非常的无语，原来这就是队长拉人的对策。唐红山一脸得意，对自己的这套说辞非常满意。像郭18这种刚满18的小年轻，哪个对谈对象不感兴趣？这小子怎么听完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小子该不会对男孩子比较感兴趣吧？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喂，你脱够了没有？该脱的是我，好吧？你那突然暧昧的眼神是怎么回事？抱歉，是我理解错了。还有这莫名其妙的背景音乐是谁放的？队长，你为了让郭18加入我们守夜人真是拼了。其实，在你们之前，基因公司的人已经找过我了，他们给的条件福利比你们优厚。基因公司那帮兔崽子，消息那么灵通，下手比我们还快。郭18同学啊，你可不能被那帮资本家给忽悠了啊！那帮小可爱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别看他们给的钱多，他们那种公司的坑也多得很。你要是加入他们，前程可就毁了呀！我确实没答应他们，哈哈哈，这就对了。但我也没拒绝他们，我说我再考虑考虑。行了，唐队，你别说话了。郭18同学，其实我们守夜人对待有天赋的超凡者还是很有诚意的了，尤其是你这样的神明继承者，你可以提条件啊。虽然我们的开销不多，但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啊。我相信以你的潜质，只要提的要求不是太过分，上面一定能答应的。我考虑考虑。好好好，郭18同学，你好好考虑。我明明是一个天赋只有1级的差等生，却被各大组织抢着录取。只因我觉醒了世间唯一的至反技能，成为了掌管神明和魔翼生死的白死神，手下更是掌控着强大的亡灵军团。唐红山从车上跨下来，拎着直刀锋一甩。如果没人看到他刚刚在车上那副形象的话，倒还算是一个比较帅气的长发沧桑大叔。唐队回来了，情况怎么样了？听说你们找到那个打伤一小队的魔物了。放心，我出马稳的，而且我已经把那位新觉醒的神明继承者和那位来位面做客的黑天使都带回来了。几个守夜人都露出惊讶的神情，纷纷看向郭18和叶婉。叶婉儿看到一下子那么多人，顿时有些害羞，躲在郭18身后。社恐又犯了？没有，还不承认？我会努力锻炼的。那你跟紧我吧。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会儿吧，唐队去给局长汇报情况了。好的。对了，我还一直没有自我介绍过呢，我叫林雨熙，19岁，4级超凡者，职业序列69，粉红爆破家，擅长各种定点不定点的爆破异能，还有大范围伤害攻击。然后又指了指旁边的杨小川，他叫杨小川，也是19岁，4级超凡者，职业序列94，网络工程师，他是搞技术这一块的，战斗水平一般般。
我要真的认真战斗，也不差的，好吧？郭18愣了愣，没想到他们原来这么年轻，居然只比自己大1岁而已。局长，我回来了。但我已经听说了，你把那个白死神的使徒带回来了，怎么样？他答应加入我们守夜人了吗？还没有，不过他提了一个条件，说如果我们能打，他就加入我们守夜人。什么条件？唐红山沉默了一下，回想起刚刚下车之前郭18对他说的话。唐队长，如果我加入你们守夜人，是不是无论你们下达什么样的任务，我都必须无条件的去完成，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那当然了，我们守夜人是纪律严格的战斗组织，虽然不完全算军人，却也受官方雇佣，每一个守夜人都是有签合同的，领导下达的任务当然要无条件完成。我需要拥有一个在合理情况下可以拒绝任务的权利，如果你们答应，我就同意加入。这就是他的原话。他真的这么说的？是的。庞局缓缓扬起嘴角，露出一个笑容。这孩子不简单啊！唐红山愣住，他还以为庞局一定不会答应呢。所以您的意思是答应他这个条件了？答应，当然要答应。不但答应，我还要赠送他其他条件。基因公司给他多少签字费，我们给他双倍。我去，我们有那么多经费吗？当然没有，我自己贴。郭18睁开眼，缓缓吐了口气。果然，他现在可以随意的进入白死神办公室了。哦，我尊敬的白死神大人，您回来了。这一次您回家的频率比上一次早了20万年零325天。我代表亡灵之海的亡魂欢迎您的回归。郭18没有搭理他，径直走到办公室的大书架前，从上面取下一本书，正是那本《亡灵监狱囚犯名册》。他找到了怪物食魂的那一页。被污蔑的白死神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标注？难道食魂是被冤枉进的亡灵监狱？郭18回想起之前怪物食魂见到自己的眼神，充满了怨恨与愤怒。如果他在亡灵之海服刑，完全是被神界刻意冤枉，那也就可以理解了。大人，你好冷漠，我怎么觉得您的性格变了这么多？以前您不会这么沉闷的，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我问你，当初剑神食魂到底犯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会被神王审判？这个嘛，我只要告诉您一件事，我想您就该明白了。什么？剑神食魂的父亲是当时的前任神王，也就是第5代神王格朗。明白了，没想到即使是诸神文明都有这样的权谋斗争。看来您的记忆是真的丢失得很严重。我现在能回忆起的东西很少，包括我的神力也远不如当初。这是正常的，您的亡灵之海原本居住着足足几千万亿的魔物、神物亡灵，现在却只剩下1万多了，您的神力肯定大减。我去，我的神力还跟亡灵之海的亡灵数量有关？那当然了，每被囚禁在亡灵之海的一个灵魂都可以增强您的实力。若是一些与您签订了契约的亡灵，还会受您的驱使，帮助您战斗。那若是神明的亡灵呢？我也可以驱使他们。当然，只要他们肯与您签订契约，将灵魂卖给您。郭18低下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不过嘛，一般来说，神明都是高傲的，他们宁愿永远被囚禁在亡灵之海，受尽最痛苦的折磨，也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明白了。郭18离开了办公室，来到了亡灵之海。这片大海还是那样的一片灰暗，死气沉沉，安静的诡异。郭18来到海上的一块礁石前，礁石之上被铁链牢牢捆锁着一头恐怖狰狞的魔物灵魂。郭18拿起囚犯名册翻了翻，姓名：暗影使者，种族：魔属，凶兽，等级：邪虫，亡灵状态，囚禁中。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沉没进这亡灵之海，另一个是臣服于我，与我签订契约，为我效劳一段时间后，我会帮助你的灵魂重新转世。暗影使者眼睛一亮，根本没有犹豫，傻子才会选择1呢。很好。很快，一个白死神的印记出现在了暗影使者的额头。我明明是一个天赋只有1级的差等生，却被各大组织抢着录取，只因我觉醒了世间唯一的挚爱技能，成为了掌管神灵和魔翼生死的白死神，手下更是掌控着强大的亡灵军团。紧接上集，郭18被邀请到守夜人做客，并在白死神办公室得知了怪物食魂的真实身份。当他退出精神世界之后，却发现了惊人的一幕。什么情况？饶命！怎么样？现在还想看吗？叶婉儿眼眸猩红似血，玩味地说着，眼神却透着一股令人胆寒之气。婉儿姐，我错了，我就是嘴瓢了而已。雨熙，你快帮我说说情啊！你活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睡了一会儿，就给打起来了。刚刚你睡着了，有个白痴一直偷偷盯着人家婉儿的腿看，还看呆了，下意识嘴瓢说了句“狱卒”，哈哈哈哈。郭18同学，你帮我向婉儿姐，哦不，帮我向叶殿下求求情吧，我真不是故意的。算了，婉儿，你也揍他一顿了，放他下来吧。好吧，看在郭18的面子上，我就放你一马。这个时候，唐红山回来了，看到会客厅的状况，他直接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情况？地震了？没事，我们刚才等的无聊，玩了一个打乒乓球的小游戏。说着，转头看向杨小川。对的，唐队，我们刚刚在玩游戏呢。果然跟档案里的夜晚一样，不是省油的灯啊。郭18局长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了，不仅如此，他还表示愿意给基因公司给你开的双倍签字费。我好像并没有这个要求。是的，这是局长主动提的。郭18沉默了下来，他大概能明白叶城守夜人局长的意思，这多出来的签字费基本是属于收买人心。欢迎你加入守夜人，以后我们就是队友了。跟我来一趟会议室吧，关于之前那个挥舞大剑的异界怪物，我们需要你给我们一些帮助。好，我也去。唐红山点了点头，然后冲杨小川说：小川，你先下楼去车库帮我把数据箱拿上来，刚刚我忘记落在车上了。唐队，我还受着伤呢。行了，就这点伤，你又不是小姑娘。唐队也真是的，怎么丢三落四的？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的后方，一片黑影缓缓凸起，渐渐从里面冒出一个人形的诡异生物。什么东西？他感觉到一个诡异的东西已经缠绕住了他的身体，动弹不得。救命啊！救命啊！喊吧，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破喉咙。朋友，你放心，你想要的我都会帮你得到。不过你得把你的身体借给我用。你是什么？滚开！快从我的身体里出去！最终，那阴影生物不见了，而杨小川缓缓地抬起头来，嘴角却微微扬起，露出一个瘆人的笑容。你好，郭18同学，我是叶城守夜人的大队长刘贺。听说你已经加入了我们守夜人，真是太好了。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郭18，之前那头手持大剑、拥有神力的异界怪物，它之所以会出现在叶城，是不是跟你的序列觉醒有关？是的，我已经听老唐说过了，这次与你们交手的那头亡灵怪物还掌握着微弱的神力，你应该知道这头怪物的来历吧？知道。随即郭18便把关于食魂的事情跟在场的守夜人简单说了一下。你是说那头亡灵怪物的原身竟然是诸神文明第7代剑神，曾经是一位真正的神明？是的。在场的守夜人们都多少感到一些不可思议。2号空间门刚出现不久，最快还需要2天才可以建立起新的位面屏障，而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食魂还有其他从2号空间门内跑出来的亡灵生物统统找出来。放心吧，大队长，这件事交给我们3小队，保证完成任务。除了食魂之外，其他的魔物亡灵等级基本都在邪虫级别，部分在魑魅等级，还算是比较好对付，但是数量众多，你们不要掉以轻心。明白。除此之外，官方还安排了道家公司的人来协助我们，帮我们清剿魔物。道家公司？官方难道还对我们守夜人不放心不成？干嘛还安排道家公司的人介入？这是官方的意思，你这家伙就别抱怨了。再说了，多个帮手也能尽早的清剿那些魔物，市民也能尽早的脱离危险。唐红山一听这话，便无话可说，不再多言了。查一周先生，请进来吧。大概情况我刚刚已经都听到了，这次的清剿任务，我们道家会配合你们守夜人一起完成，请多指教，唐队长。行吧，既然是官方的意思，我也没法说什么。不管怎么样，尽快解决那些魔物，消除城市的潜在威胁，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不是吗？说得对。我也可以帮忙，我有一个能力是辉明之瞳，可以帮助你们找到那些亡灵的位置。哦，是吗？一旁的杨小川听到郭18的话，心头咯噔一声，下意识地退开了一些。我现在占据了杨小川的肉身，以他的灵魂掩饰我的灵魂，以我的伪装能力，应该能够骗过他的辉明之瞳。好吧，那郭18你就跟着老唐和查先生，千万不要落单了。老唐，照顾好这孩子。那么我就先去做准备了。江州，走了。是，师傅。很好，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叶殿下，你应该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人族位面做客吧？正好他们要去执行任务了，留下来我们聊聊，一起喝杯茶如何？随意。
阿光、阿南，你们带几个人去城北；老张、钉子，你们带几个人去城东。郭18、羽西、小川去城南，各自都记得带上测魔仪。如果碰上了尸魂，不要无脑硬刚，及时汇报姚人，要尽量避免市民伤亡，尽量不要在闹市区发生战斗。都清楚了吗？放心吧，唐队，咱又不是车，知道怎么处理，对付几个邪虫级的魔物亡灵，小问题的。那么各自出发吧。年纪轻轻就当上监狱长是种什么体验？就在我的体内，隐藏着一座亡灵监狱，里面关押着各种神明，有神王宙斯、炽天使米迦勒，还有古希腊掌管唱跳 rap 的篮球之神。郭18，我们车子一路开过去，如果你能感应到附近哪里有亡灵生物的存在，就说一声。好的。那个方向，秋湖游乐园有一头亡灵生物，那百货商场也有一头魔物亡灵，还有那边叶城大学也有亡灵生物。你到底能看到多远的距离？我也不太清楚，看一整个城南应该没什么问题。这就是使徒的潜力吗？队长，那我们先去哪个地方？叶城大学离这里最近，就先去叶城大学吧。杨兴今天特别郁闷，校长把他臭骂了一顿之后，就撤掉了他辅导员的职位，让他收拾东西滚蛋回家了。那几个守夜人居然说郭18是被白死神选中的使徒，这简直离谱！难道那些神明都瞎了吗？哼，这样的学校不带也罢。这个时候，一个阴沉沙哑的声音忽然从窗外传来。刚才那是什么声音？谁呀？我去，搞什么？走吧，行动。等一下，怎么了？不对劲，学校里的那个亡灵突然不见了。怎么会突然不见了？郭18，是不是你还没能掌握白死神的这项异能啊？不，应该不是，其他地方的亡灵我还是能看见他们所在的位置。怎么会这样？是灵怪。查先生，你说什么？这种亡灵生物没有固定的形态，只能以黑暗能量体存在，但它们却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可以强行钻入宿主的体内，以宿主的灵魂为食物，同时也跟宿主的灵魂融合同化，直到他们彻底吃掉宿主的灵魂，他们就会完全掌控宿主的肉身，彻底取代他的身份。杨小川听到这些话，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哼哼，没想到这些愚蠢的人类之中，也有不那么愚蠢的吗？那我们该怎么办？要是我们不快点找到这2个噬灵怪，被他们寄生的人的灵魂不是就要被他们吃掉了？有白死神的使徒在，应该能够找得到他们。只要带着郭18同学在学校里走一圈，近距离的情况下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灵魂，应该就能看得出端倪来了。叶城大学那么多学生，仔细观察每一个人，怎么可能看得过来啊？在郭18同学的辉明之瞳尚未掌握熟练之前，这是唯一的办法了，要不然就只能放弃任务。那怎么行？那可是条生命，而且若是亡灵彻底夺舍了宿主，就再也找不出他们了。没关系，交给我吧，我会尽力而为的。事实上，就算找到了那个被噬灵怪寄生的宿主，还有另外一个麻烦。什么麻烦？噬灵怪没有实体，会与宿主的灵魂融为一体。如果想要杀死他，就必须杀死宿主才行。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们道家的驱魔符咒可以将噬灵怪从宿主体内赶出来，但强行赶出，宿主的灵魂也会受伤，最终可能会丢失一部分魂魄，丧失记忆，丢掉感情，甚至彻底变成傻子都有可能。就没有不伤害宿主的方法吗？有，让噬灵怪自己离开宿主，不过这基本不可能。噬灵怪在完全吃掉宿主灵魂之前，没有任何理由离开。郭18，你趁现在看清楚我们人类灵魂的样子，一会儿要是找到了那头噬灵怪，你才能认得出来。好。好的，我记住了。杨小川听言，心头咯噔一下，默默退到了最后，做好了逃跑的准备。不过郭18看了一会，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哼，什么白死神的使徒，原来也不过如此，还不是没有看出我的伪装。好，那么就行动吧。小周，你跟几位年轻的守夜人的外表都看起来比较像大学生，你就陪郭18他们在校园里到处逛逛吧。我和唐队长在外围蹲守，如果有亡灵魔物被逼出来想要逃跑，我们也能及时出手。是，师傅。唐队长，那些亡灵魔物分别藏在全城各处，要把他们一个一个搜出来消灭，实在是麻烦又有难度。我有一个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亡灵魔物一网打尽。你想不想听听？说说看吧。我要做一个阵法，需要你的协助。郭184人一起进了学校，走在操场上，不少大学生在这里打篮球。郭18仔细观察着每一个学生。郭18，你这样持续使用辉明之瞳，对魂力的消耗会不会太大了？
有点，不过没关系，我还坚持得住。可是这样不是办法，这个大学那么多人，咱们这样看下去得找到什么时候？郭18，你有没有什么主意呢？等我想一下。喂，你平时不是话最多了吗？怎么今天一声不吭的，倒是也跟着出主意啊？我没你聪明，哪有什么主意？怎么了，郭18？或许有个办法。哦，说来听听。郭18很清楚，如果按照正常的方法去找，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把那头是灵怪从几千上万号的大学生之中揪出来。马上就要到21点了，你认为这个时间，这些大学生都会回到哪去？宿舍。没错。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扮成查寝的同学，一间一间宿舍检查过去？不，一间一间查寝，效率还是太慢了。我有个效率更快的方法。什么方法？炸学校。林雨熙呆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连江州听了之后也是白了郭18一眼，觉得这家伙肯定是疯了。郭18，咱们这次任务的奖金应该还不太够赔一栋楼。不是说真的要炸，就是做个样子，把他们全都吓出来就行。吓死我了！为什么要把他们全都吓出来啊？在我的视野里，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灵魂的轮廓。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当一个人的情绪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灵魂的颜色也会发生改变。情绪越是激烈，颜色变化就越明显。原来如此，当他们灵魂的颜色变化的时候，你就能分辨出谁是被噬灵怪附体的那个人了。哪怕是在人群之中，那么特殊的一个人也一定非常明显。没错。杨小川在一旁默不作声，眼神却沉了下来，心想这郭18还挺聪明，居然能够想到这种方法。哼哼，不过没有关系，就算你再聪明，也一定想不到身边的人已经被一个噬灵怪给附体了吧？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先等一会吧，等到寝室熄灯的时候再说。年纪轻轻就当上监狱长是种什么体验？就在我的体内，隐藏着一座亡灵监狱，里面关押着各种神明，有神王宙斯，炽天使米迦勒，还有古希腊掌管唱跳 rap 的篮球之神。紧接上集，郭18几人来到学校找噬灵怪，找了一圈毫无收获。于是郭18想到一个疯狂的方法，那就是炸学校。这里是男生宿舍，叶城大学的宿舍一共有2个楼道出口，一旦遇到紧急灾害，两边都可以安全逃生。但是如果这条楼道失火，那他们就只能从东侧楼道下楼了。雨熙姐，把他们逼下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把场面弄得越吓人越好，但又不能真的把楼烧了。郭18说完，看了看林雨熙，怎么样，能做到吗？当然，我可是城南3小队第一爆破专家，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爆炸的艺术。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这里是男生宿舍，那女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那边怎么办呢？放心，那边我还有别的安排。请。我就站在对面的大楼，用望远镜观察楼道的出口，一旦发现哪个人有问题，我会通知守在楼下的江州，然后逮住他。那你呢？你一个人在对面楼，万一碰上危险怎么办？所以让小川陪着我就好了。小川哥，你跟我一起行动，怎么样？好啊。郭18、林雨熙、杨小川、江州4人很快各就各位。郭18，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我这边也是。郭18拿着望远镜看着远处的男生宿舍楼，轻轻地说：很好，那么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吧。郭18，你找到那个被噬灵怪附体的学生了吗？别急，我正在找呢。郭18专注地利用辉明之瞳，在那些疯狂涌下楼的学生人群之中扫视着。杨小川站在郭18的身后，咬了咬牙，露出一个恶狠狠的眼神。这小子果然不是省油的灯，他是白死神的使徒。如果让他这么成长起来，我们这些好不容易才从亡灵之海逃出来的灵魂，迟早都要被他再抓回去。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响起：你已经被开除了，为什么又出现在这里？杨欣老师，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到这种地方也很奇怪。我奇不奇怪跟你没关系，但是你已经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却还在大晚上偷偷跑进来，你想干什么？是不是想要偷东西？跟我到教务处走一趟吧。说着，杨欣的体表浮现出了氤氲的黑色气息，那气息明显不是杨欣本身的魂力，而是另一种好似亡灵之力又好似魔力的东西。果然啊，露出马脚了，直接不装了是吧？装什么？反正你现在也已经跑不掉了。喂，你还不动手？老师之前没教过你，战斗的时候千万不能分心吗？哼哼，原来白死神的使徒也不过如此。刚刚这小子表现得很聪明，还让我紧张的要死呢。不过他最后还是没认出我来。
你还好意思说偷袭都能偷歪了？还好他才刚刚觉醒，实力不咋的，否则就得翻车了。要不是你出声，他能反应过来我这一刀？无所谓了，反正人抓到了。现在我要好好享用这具灵魂了。白死神使徒的灵魂一定非常美味，等我彻底吃掉了他的灵魂，占据了他的身体，我就是白死神的使徒了。嘿嘿。喂，你搞错了吧？白死神的使徒是我找到的，也是我通知你的，这具灵魂应该是我的才对。没有我，你能有把握解决他？不然这样吧，我们一人一半，一起吞噬这个灵魂。杨小川犹豫了一会儿，当然可以，请吧。突然杨欣感觉自己的脚下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他脸色一变，低头看去。白痴，这可是使徒的灵魂，单独享用，我不仅可以一下子跳级到森罗级，还可以占据这具身体，代替使徒的身份，谁 TM 会跟你分享啊？你 TM 连同族的魔都骗？同族怎么了？无论是魔物还是亡灵，本就是互相吞噬才能变得强大。这个世道，弱小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等我吃完使徒的灵魂之后，我会再来把你一并吃掉，这样你是不是也算有点参与感？哈哈哈。噬灵怪离开了杨小川的身体，杨小川一下子昏了过去。噬灵怪钻入了郭18的身体，但很快却发觉了一丝不对劲。为什么感觉这具身体的灵魂不但没有抗拒他，反而好像很欢迎他的样子？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噬灵怪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就来到了一个一片灰暗的地方。这里是如何？又回家了？是不是感觉很亲切？只见郭18手边放着一柄巨大的镰刀，坐在海上的一块礁石上。糟糕，中计了！你一个仅1级的使徒，为什么可以使用亡灵之海？我刚刚觉醒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使用这里了。所以你是故意的？你才意识到吗？所以你早就发现杨小川被我附体了？是啊。那你为什么不一早就揭发我？不这样的话，你又怎么会主动离开小川的身体？既然回家了，就留下来，别走了吧。我跟你拼了！就是这里了。唐红山正要说什么，这个时候，只听学校宿舍区的方向突然传来一声恐怖的爆炸巨响。什么鬼动静？学校被炸了！哈一舟听到那声音，眯起眼眸，稍作思考以后，他就明白了。原来如此，想要制造恐慌来分辨出灵魂的异样吗？倒是挺有想象力的。看来那几个孩子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作为大人，你应该不会想要输给他们吧？输不输给孩子我倒是无所谓，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有啥计划，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你马上就能知道。我的魂力无法稳定这么大型的矩阵，所以需要你帮我稳住其中一掌，可以吗？行。血月玄天，亡灵尽现。算是解决一个了。你的灵魂不是被吞噬了吗？你的同伴太贪婪，反而救了你一命，不过也没差，反正你也跑不了。我的灵魂现在跟他是一体的，你要是杀了我，这个人他也会没命。哦，还有这种好事？放心，我现在的身份是守夜人，于情于理，他是我之前的老师，我都应该救他一命，毕竟他也是叶城的公民。但若是实在救不了，那我也不能感情用事了。一个黑色灵魂光点从中飘出，最后被郭18手中的镰刀吸收了进去。命是给你救回来了，但不是因为曾经是你的学生，而是因为要对得起守夜人这个名字。但你灵魂是否受损，会不会变成傻子，可就不关我的事了。这个时候，郭18忽然感觉到了一股诡异的亡灵之气，环境中的空气仿佛都变得压抑、沉闷、阴郁。我去，怎么回事？感觉不太对呀。不知道为什么，郭18忽然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奖篇上写，郭18略施小计，就将杨小川身体内的噬灵怪引出来，并将其斩杀在这亡灵之海，化为亡灵监狱的一滴海水。郭18，你那边搞定了吗？找到那头噬灵怪了吗？我已经解决了。你解决了？对。郭18看了看躺在地上依旧昏迷的杨小川，还有正在不远处已经醒过来却已经变成傻子、疯疯癫癫正在抱着一颗树流口水的杨欣。准确的说，我解决了2个，杨小川也被噬灵怪附体了。什么？怎么会这样？放心，他已经没事了。噬灵怪没有完全同化他的灵魂，并且是主动离开的，他应该没事，不过还在昏迷中，应该是要睡一会儿吧。林雨熙听到这话，顿时松了口气。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你们抬头看看天空。
咦，月亮什么时候变成红色的了？不是单纯的变成红色了而已，我感知到整个夜城的阴气都在急速上升，比以往要浓郁的多。我感知到有好多亡灵怪物都朝我们这边集中包围过来了。真是见鬼！找了一晚上了，连个亡灵怪物的毛都没见到。我哪知道，咱这可是白白熬夜班，一头亡灵怪物抓不到的话，咱们可连个加夜宵的奖金都没有啊！我倒宁愿啥都没有，老是打打杀杀什么的最烦了。晴子，你这么年轻，咋一点血性没有？要我说的话，最好那些亡灵怪物全都出来，像前几天晚上那样血拼一场，杀他个血流成河，那才过瘾呢！哈哈哈！话音刚落，一个庞然大物从天而降落在车顶上，将面包车的车顶砸下去一个大坑。老张面色顿变，立马用系统面板查询了眼前这个怪物的数据。是食尸鬼，好家伙，终于开张了，兄弟们准备战斗！开个屁！你特么快看那边！只见街道东侧，足足有30多头魔物从各种地方蹦了出来，而那些魔物如同饿狼扑食的狼群般朝这边狂奔过来。我去！挖了个去！然而这群魔物并没有攻击他们，而是完全无视了他们，往同一个方向跑走了。什么情况？那些怪物咋不攻击咱们？他们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别废话了，先通知唐队再说吧。唐队，紧急情况，我们城东这边发现了30几头魔物，不过他们并没有攻击我们，而是全部朝城南的方向去。你说什么？接着唐红山又陆续接到了2个电话。唐队，城北发现大量骷髅魔狼，全部都朝城南去了。唐队，这边是城西，有很多腐烂矮魔人朝你那边去了，你要小心啊。唐红山挂断了电话，看向不远处的茶艺中，沉沉地问道：是你搞的鬼？对，这个阵法是一种大范围的幻术大阵，它会与月亮相互辉映，制造出血月之夜的假象。然后呢，在血月之夜，妖魔亡灵的狂暴活跃度会直线上升3倍，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现身，因为他们需要在这个晚上进食，才能控制得住身体。那为什么他们全都朝城南这边过来了？因为在这里有一个会吸引他们的东西。什么东西？白死神的使徒。唐红山面色一变。亡灵本就会被死神吸引，但如果死神拥有的力量无法震慑住亡灵的话，亡灵们也会试图造反，杀死死神。那样的话，他们就彻底自由了，不用担心再被抓回亡灵的世界。同时，若是能吃掉死神的灵魂，对于他们的修为来说也是极大的提升。你天的，你拿我的人当诱饵？他是守夜人，本来就应该承担保卫城市驱赶魔物的风险。你疯了！城南到处都是闹市区，除了夜城大学那些低阶没有战斗力的超凡者，还有很多普通人。你把那么多亡灵怪物引到这里来，你想过会有什么后果吗？别那么急，你自己想想，你们守夜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清剿完那些亡灵？1个星期、1个月，甚至更久。万一那些亡灵之中还有可以附身到活人身上的能力，他们可能会混在我们的种族之内，吃掉更多人的灵魂。到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伤亡，而且就算用血液之阵，也再引不出来他们了。唐红山咬牙切齿，他现在恨不得一拳坐在这个臭道士的脸上。就算这样，你要用这阵法之前，起码得通知我们一声，让我们疏散这附近的民众，而且至少也让我们守夜人有所准备吧。那些亡灵生物并不是一般的亡灵，他们的生前都是带有魔翼甚至神翼血脉的神话生物，即使成为亡灵也保持了不俗的智慧。如果真给你们守夜人在这里提前准备好埋伏，并疏散了人群，你认为那些亡灵怪物还会出现吗？唐红山气愤的青筋毕露，却无话可说。回头再跟你算账。喂，郭18、雨熙、小川，你们听得到吗？唐队，我们听得到。我刚想打电话跟你说来着，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那些噬灵怪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赶紧离开那里，有很多亡灵生物都朝你们那边去了。如果这件事我们的人出事了，我跟你没完。郭18刚想说什么，这时候一声暴力兽啸突然传来，一头巨大食尸鬼出现在了宿舍的楼顶，站在楼顶仰天长啸，宿舍楼底空地上的学生们都懵逼了。这是什么情况？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学校被炸，就是魔物入侵。爆炸的艺术。发月子！
竟然把我的金刚封锁给破了。不行，这头魔物在成为亡灵生前，至少是魑魅级的魔物，甚至看样子已经快要到达亡2级了。我们几个对付不了他，赶紧撤退，喊唐队还有其他守夜人过来支援吧。郭18挥明之瞳一扫四周的状况，沉静地说：“恐怕没那么容易了，整个叶城大学已经被那些亡灵生物包围了。”你说什么？我们已经被包围了。郭18，这次的任务你不是负责战斗的人，你先想办法躲起来，这里交给我们。我既然加入了守夜人，就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不会丢下你们自己逃跑的，准备战斗吧。年纪轻轻就当上监狱长是种什么体验？就在我的体内，隐藏着一座亡灵监狱，里面关押着各种神明，有神王宙斯，炽天使米迦勒，还有古希腊掌管唱跳 rap 的篮球之神。紧接上集，道家公司的茶艺周说，血月之夜，用郭18当作诱饵，将全城的魔物都引到了叶城大学。然而，刚刚觉醒序列的郭18是否能够化解这次危机？异能照，在血月之夜，这些家伙比往常要凶到3倍，根本不会放弃近在眼前的猎物。道法雷光咒。不行，我们的底牌只清理了些低等级的魔物，防护罩要碎了，只能肉搏了。那些亡灵怪物都是冲自己来的，看来只有把他们都引走，才能保证这2个女孩子的安全。想清楚了思路，郭18手结魂音，凝聚魂力，亡灵召唤，暗影使者。郭18召唤出亡灵之海的暗影使者，这些暗影使者头上眉心有一个契约记号，他们的意识与郭18的精神世界相连。10几头暗影使者在郭18意识的号令下纷纷冲了上去，加入了战局，与那些魔物撕咬在一起。来吧，换一个战场解决你们。郭18，你疯了，你自己对付不了那头魔物。算了，我们抓紧解决这些等级低的魔物，然后赶紧过去支援郭18。也只能这样了。叶婉儿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夜幕之上的血月，顿然眉头紧皱。那不是真正的血月，而是被人刻意制造出来的幻术。喂，那血月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如此，是道家公司的人吗？我知道了。算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等事情结束以后再说吧。派出所有守夜人，清剿亡灵，尽量降低损失，减少伤亡。还有，务必要保证使徒的安全。挂断了电话，刘贺沉沉地叹了口气。你们人类就是这么办事的，用自己的同胞当诱饵。这件事不是我们安排的，是道家公司擅自而为。之后我们会向官方抗议他们的这种行为，但现在也只好先清除亡灵魔物再说了。哼，道家公司。叶婉儿眼眸闪过一丝冰冷，沉寂了几秒之后，什么情况？不能坐电梯吗？又得修玻璃了。郭18为了保护同伴的安全，将一头魑魅级别的魔物和30多头食尸鬼引走。圣灵雨熙和江州继续跟剩下那20多头低级食尸鬼缠斗。这时候，一道白芒忽然闪现而出，直刃冰刃，瞬间斩杀了4、5头食尸鬼。刚才那一刀是不是很帅？唐队，你先别装逼了，郭18有危险。我知道，所以我赶过来了。他小子人呢？还有，小川去哪了？杨小川晕过去了，被我们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哎呀，他的事不重要，以后再说。郭18刚刚引走了一头魑魅级的魔物，还有30多头食尸鬼，现在恐怕非常危险。魑魅级，这小子疯了！就算是使徒，他还没正式开始修炼呢，就敢这么浪！一个人遛着一头魑魅和30多头邪祟到处乱跑。可是，别忘了你是守夜人，现在整个叶城大学被亡灵魔物包围，血月之夜，这些怪物比往常更加危险，他们的攻击性、残暴性都要比以往大3倍。这所大学的学生最多也只有2级盾，根本没有反抗亡灵的能力。除了保护自家兄弟，你也必须先保护好这些普通人的安全。我知道了，郭18，可千万要当心啊！不好搞啊，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苟住等支援才行。
同时在心中嘀咕着，也不知道是谁搞出来的血月幻术，这些亡灵魔物今天晚上一下子同时现身，还全都冲着自己来，八成就是这个原因。就在这时，郭十八忽然感知到了一个恐怖而熟悉的气息正在逼近，这个感觉是食魂。这家伙终于又现身了。左右两侧的十几头食尸鬼看到食魂，纷纷发出的警告吼声，那吼声的意思是这猎物是我们的，走开！在食魂的周围近10米的范围出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领域，以它为中心的一大圈范围内的所有事物都失去了色彩，变成了灰白的颜色。那些食尸鬼都还没有冲刺到食魂的身边，身体就逐渐缓慢了下来，同时也肉眼可见他们在一点一点的失去生命力，最后缓缓栽倒在地。这是剑神的杀意领域吗？看来这位曾经的剑神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摧残，实力已经所剩无几了，还变成了半神半魔半亡灵的怪物，但依旧还是很强啊。我去！我勒个骚刚，这么猛吗？我操！还来！我明明是一个天赋只有1级的差等生，却被各大组织抢着录取，只因我觉醒了世间唯一的技能，成为了掌管神明和魔翼生死的白死神，手下更是掌控着强大的亡灵军团。紧接上集，郭十八被一群魔物追赶到绝境，只能选择放手一搏。然而就在这时，郭十八感受到了一个熟悉的气息正在靠近，是曾经的剑神食魂。郭十八眼神一凛，使用出了辉明之瞳，食魂正挥动巨剑斩来，双眼正好对上了郭十八的辉明之瞳。受到辉明之瞳精神力的攻击，食魂的动作明显变得迟缓了许多。郭十八辉明之瞳的视野中，看到在食魂心脏的部位有一个黑洞，难道那里是他的弱点？很快，食魂察觉到了是郭十八的那双眼睛在作怪，瞬间就清醒了过来。这时候，有不少守夜人赶到了现场，看到那令人惊愕的一幕，一个个全都目瞪口呆。卧槽，什么情况？是食魂。报告唐队，我们发现那个拥有神力的亡灵大剑士了，在 B 区7号教学楼。好的，你们尽量拖住，我马上赶过去。咦，那年轻人是谁？是叶城大学的学生吗？一个学生这么厉害，能跟那种级别的敌人周旋那么久？不，他好像是新加入咱们的实习守夜人，据说就是前2天刚刚觉醒了白死神的那一个神明继承者。啥？前2天刚觉醒就有这等战力，这是什么妖孽？都别他妈吹牛逼了，还愣着干啥？支援他！众守夜人听言，架起了魂力枪，食魂也从尘埃中跃出，手持大剑，双脚重重地落到地上。开火！开跑！不行，别跟他硬拼，大家散开。得控制，快！无法降魔金钟罩。众人蓦然警惕，站在四周观察了好一阵，见金钟没有动静，这才纷纷都松了一口气。老张擦了擦额头淌下来的汗水，看向郭十八：“郭十八，你没事吧？”“我没事，放心。”今晚这事是道家公司那边的人，他们自作主张。等任务完事了过后，我们肯定要找官方投诉他们的，一切损失肯定也得由他们负担。道家公司？是啊，今晚这破事儿就是道家公司整出来的。那个茶一周启动了血月之阵，才搞得这些亡灵魔物跟疯了一样。还好咱们队里今晚没死人，否则老子跟他们道家公司的人没完。这个时候，金钟罩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众守夜人都被吓了一跳，下意识的后退。糟糕，金钟罩要坚持不住了。快闪开！郭十八观察着食魂的状况，他胸口处的那个黑洞看起来应该是他的弱点。郭十八检查了一下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魂力已经所剩不多了，只能够使用1次辉明之瞳，且魂力耗尽，还会进入虚弱状态，只能用最后1次了。如果失败了就完了。天照，趁现在动手！异能钢钉阵。在郭十八的视野中，他可以看到，在他瞳术的作用，
石魂体内的灵魂正在剧烈扭曲，且心脏部位的黑洞正被越撕越大。这是什么能力？哥几个注意，都躲远点，千万别看他的眼睛。这家伙真的是1级超凡者吗？不过是1级的神明使徒。郭18神力模式的辉明之瞳只维持了短短5秒钟，接着他就感觉到整个人就如同虚脱了一般，身体直挺挺的向前倾倒下去。不过郭18并没有栽倒在地上，而是被一只强壮的手臂捞住。你这小子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唐洪山神色严肃，显然刚刚的战况他也看见了。老张、钉子、阿光等一众守夜人警惕地围在他的四周，一群人举着魂力枪，互相打着手势暗号，一点一点试探着朝石魂缓缓靠近。唐队，这家伙应该也已经失去战斗力了。好，终于把这怪物解决了。唐洪山一看四周，剩下的食尸鬼又一次围上来了。血月应该快结束了，剩下的亡灵魔物，抓紧时间把他们解决掉。是。在众人都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石魂猛地暴起，一跃10几米高，挥举着大剑，直挺挺地朝着郭18击打来。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尸魂，等回到亡灵之海，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吧。石魂化作一团灵魂，钻入郭18眉心，回到了亡灵之海。远处的教学楼顶，查一舟远远观察着这一切的情况，神情平静如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师傅，计划很顺利，所有亡灵生物已经在守夜人的控制范围内，有灵性漏网的亡灵生物也已经被我们几个解决了。死伤情况呢？死亡人数5，伤员人数102，其中重伤人数18。很好，任务圆满完成，你们先回公司吧。那个师傅，公司那边有几位领导对您这次任务的做法提出了异议，说您这么做会破坏咱们道家跟守夜人的关系，回去之后恐怕……这种事你不用管，回去把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好。是。我知道的，存在即合理。世界上没有完全黑或者完全白的东西，立场就是立场，与善恶无关。石魂缓缓醒来，残破不堪的身体被无数黑色铁链捆锁在海上的一座大山上。你醒了，这地方你应该很熟悉了，不用我给你再介绍了吧？石魂抬起幽冷的眼眸，看了郭18一眼，低沉的呼吸如风相般。他曾经在这里关了30多万年，当然不会忘记。其实我很同情你的遭遇，当年你纯粹就是一个牺牲品，因为你父神的失败，导致你的妻子、孩子，还有包括你，都被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定义为叛神。石魂听到这些，他的表情瞬间变得更加狰狞了。我虽然是亡灵之海的主人，也是当年的执行者，但当初审判你，还有审判你家人的，却是神王黑军。你应该明白，你真正的仇敌并不是我。石魂没有说话。想要复仇吗？我可以帮你。卡洛斯，你脑子里打的什么主意？原来你没有丧失说话的功能啊！我没打什么主意，我说了，我可以帮你。虽说诸神文明灭亡了，黑军的身体肉身也早已死去，亡灵下落不明，但我可以肯定，他的灵魂并没有被完全湮灭，肯定还存在于某个异次元位面之中，甚至可能跟你的遭遇一样，在哪个非主物质位面靠吞噬其他亡灵和魔物为生呢？哼，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凭什么能这么肯定他的灵魂没有消亡？因为至今为止，黑军的力量依然有出现在人族的位面。他的力量？是的，人类位面几百年间出现过好几个黑军力量的继承者，他们当然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得到了黑军的力量，只有可能是黑军主动给他们的。石魂沉默了。我可以帮你找到黑军，把抓到这里来陪你，到时候你想怎么蹂躏他都随你的便。我还可以帮你找你的妻子爱神古灵和孩子枪神科特。你有办法找到他们？当然有，你不就是被我找到的吗？不是我找到的你吗？哎呀，都一样，你是通过2号空间门才从非主物质世界跑出来的，那2号空间门就是我召唤出来的，不然你以为你怎么找到的我？不仅如此，我还可以帮助你慢慢重铸身体肉身，说不定下次再次见到你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你还能以本来的面貌见到他们呢。郭18直接当了一手画饼大师，这么一顿诱惑下来，基本上每一句都正中石魂的内心。条件是什么？与我灵魂契约，成为我的契约亡灵，在我需要的时候，你得借给我你的力量。石魂默然，似乎在低头考虑郭18画出的这些大饼值不值得信任。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说。诸神文明早已灭亡，为什么只有你卡洛斯活了下来，可以保持肉身在主物质世界行走？郭18摸了摸下巴，一时哑然，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的身体一样消亡了，我现在只是占据了一具人类的肉身而已。
什么样的人类肉身居然可以承载得起一位神明的灵魂？而且你找的这具肉身为什么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还是说你用神力改变了这个人的容貌？这次我救了你的命，你打算怎么报答我的？无以为报，以身相许。我看你是又想被打了是吧？林雨熙和杨小川、江州几人这时一起走了过来。郭18，听说你昨晚大展风采了，真是可惜，我被堂队安排去负责疏散学生了，没能看到你的鹦鹉风姿。其实没什么鹦鹉风姿，就是纯粹被那个大剑士追着砍了一路而已。骗人，我都看到现场的实况录像了，你眼睛一瞪就把那石魂放倒了，而且你才1级耶，刚刚觉醒训练没2天呢，就已经能跟一名神异的亡灵周旋了那么久，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时他看见一旁的杨小川，喂，你不是说要来感谢人家的吗？怎么一直在旁边当哑巴？那什么，郭18，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没什么，大家都是队友，而且只是举手之劳罢了。嘿嘿嘿。对了，江州，你师傅呢？我师傅有别的事，已经提前回公司去了。这样啊。任务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这次的任务，咱们小队算是立大功了吧？堂队，回去记得找大队长把我们的任务酬劳升级啊！这一晚上，咱们小队打了这么多怪，弄得我腰酸背痛的。是啊，本来以为一晚上只能抓到几只亡灵魔物就不错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完成了。说起来，这次任务会这么快结束，都是因为道家公司的那个茶一周，但他的做法。关于任务的事，我已经跟大队长汇报说过了。我们3队所有人完成的任务等级依旧保持D级，不过奖金增加1/3。郭18从实习转为正式守夜人，大队长也太抠了，奖金就增加那么一点。实习守夜人刚刚加入第1天就完成了 C 级任务，这个记录应该前无古人了吧？对了，郭18，昨天晚上那些暗影使者，应该都是你召唤出来的吧？唐红山记得昨晚那些暗影魔狼的额头前都有灵魂契约的标记，那是契约生物才会有的标志。对，你的身体属性提升了那么多，也是因为那天晚上的那些亡灵？难怪。所以说，你现在也能驱使得动尸魂了？还不行，我得跟他谈谈。这家伙现在对我的敌意还很重呢。唐红山恍然，大概明白了。看来白死神不只能收复这些亡灵，还能在自己的亡灵世界跟这些亡灵对话。哎呀，这些都不重要。郭18，你第1次完成守夜人的任务，我们去好好庆祝庆祝怎么样？对，肯定的去。这么紧张的任务完成了，肯定得好好放松放松。去哪庆祝？嘿，当然是找个好地方。我跟你说，前2天我在城南巡逻，要到了好几个活泼可爱漂亮女大学生的微信，开朗热情，身材好，技术又棒。我是说他们打游戏的技术，咱们可以约他们一波网吧开黑通宵5连坐。喂，你们几个不许把郭18带坏了。就是钉子，你作为前辈就不知道稳重点，像什么样子？我知道的，存在即合理。世界上没有完全黑或者完全白的东西，立场就是立场，与善恶无关。喂，我们什么时候回家？我去！你怎么又进入这个状态了？他太累了，我让他去休息了。等下去汇报下任务就回家。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守夜人穿过总部的大厅走过来，来到叶婉儿的面前。那个叶殿下，有人找你。找我？人族未面，我又没有认识的人，谁会找我？话刚说完，年轻守夜人让开一个身位，一个高挑绝色的长发御姐美女走了出来，一张精致的挑不出任何瑕疵的脸蛋，透着冰山般的清冷和英气，气场十足，眼神带着怒。郭18正疑惑这美女姐姐是谁，谁知叶婉儿看到这人，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噌的一下子躲到郭18身后去。说说吧，离家出走这么多天，怎么解释？二姨。好家伙，那个大美人的年纪看起来应该也就比叶婉儿殿下大个2、3岁吧，居然是她的二姨。只是看起来罢了，以我们人类的逻辑，无法从黑天使的外表判断出年龄。他二姨至少比叶殿下大了30万岁。爱郭18，你不继续看热闹啊？黑天使文明的家庭伦理剧 A， 平常可是根本看不到的啊！我这边系统显示任务奖励好像下来了，我去旁边看看，顺便研究一下自己的训练能力在这次战斗之后有没有变化。丹恩，郭18，你去研究吧，你这么努力，以后肯定是个超级厉害的大人物。林雨熙笑着对郭18说完，又板着脸对杨小川说：“看看郭18，再看看你们，无不无聊，一天天没个正形，哪里像个守夜人？那你为啥也跟着我们趴在这儿偷看？找死！”
说说吧，离家出走这么多天，怎么解释？二姨，我错了。刚刚我看见你的时候，明明见到你是里状态，一见到我就变回表状态，是不是以为我看到你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不忍心说你了？没有，还没有，我看你就是。那个零碳石茶杯也挺贵的，一个拆窗户，一个摔茶杯。黑天使一族是喜欢拆家吗？太难了，让他出来，快点！肯定都是他把你给带坏了，不然以你的性格，怎么能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事情？你的身份有多特殊，你比谁都清楚。不怪他，是我擅自主张逃出来的。你说什么？对不起，刘大队长。我在呢。你们人类就是这么当盟友的？我们的人在你们位面走失了，你们也不吭一声。要不是我的人在婉儿身上留下了感应核心，找到了他，你们是不是打算就这么一直瞒着？这个嘛，也不关刘队长的事，是我跟刘队长说不想跟族人联系。你，老板有电话，是位面战争公司那边的人，接进来吧。是。喂，我是阔冰。御姐美女倾听了一会儿，瞥了一眼坐在自己对面一脸愧疚的夜晚，然后顿了顿说道：“暂时还没找到他。我的人还用得着你们来管？我还想知道呢。有本事的话，你们就自己找去。刘大队长，我们单独聊聊吧，我有点事想问你。行，乐意奉陪。怎么样，石魂？与我契约的事情考虑的如何了？如果你觉得我这点力量还对你有所帮助的话，我愿意与你达成灵魂契约，但我只与你契约1万年。如果1万年之内你没有找到我的妻子和孩子，那我们的契约就自动解除。成交。郭18离开了亡灵之海，回到了白死神办公室。郭18表情凝肃，表情带着几分疑惑。石魂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我长得跟真正的卡洛斯一模一样吗？哦，大人，您又回来了。我感知到您把石魂的亡灵抓回亡灵之海的消息了。我只能说不愧是您，真是了不起呢。莫斯，郭18说着，慢慢走到骷髅头的面前，微微张嘴，又欲言又止。怎么了，大人？这副欲言又止的态度，这副难以启齿的神情，您该不会是想向我表白吧？有时候，郭18真想拿个螺丝刀把这个骷髅头撬开，看看它里面的线路到底是怎么长的。我问你，我是不是跟诸神文明灭亡之前的我长得一模一样？当然了，大人，您为什么会问出这么奇怪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哦，对了，我忘记您失忆了，看来您的失忆比想象的还严重，居然连自己的长相都不记得了。郭18沉默没有说话，一个又一个猜想在郭18脑海中闪现。转世，平行世界的分身，还是说，难道这世上所有的使徒长相都跟对应的神明是一样的？大人，您好像心事重重的。没事，看来不管是诸神文明还是白死神，都还有很多秘密他没有挖出来。你叫郭18？是的，我的外甥女给你了。刘大队长，既然你们的局长市长都不在，我就不等了，希望你能够帮我安排好这一次。算我欠你们人族一个人情。当然，我们本来就是重要的盟友，一点小忙而已。郭同学，只见破冰丢出一块东西，是一块黑色的水晶。这是什么？房租。只因我的序列觉醒比别人稍晚了一些，就被学校误认为是废物，就连舔了2年半的校花柳如烟也投入别人的怀抱，学校更是把我开除学籍。殊不知就在2天半后，我就觉醒了序列号0白死神，成为神明继承者，掌控这世间所有犯下神罪的神明。局长，您回来了，位面壁垒的情况怎么样了？比想象中的顺利，预计今天晚上就能建立起新的位面壁垒。对了，黑天使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黑天使位面开始内战了。夜晚儿是黑天使文明建立之初以来培养的最成功的战争兵器，但现在黑天使内部却产生了分歧。对于夜晚儿这件兵器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用途，几个公司都有不同的意见。现在这几个公司已经全部谈崩了。是这样吗？
叶婉这次离家出走，破冰虽然很生气，但却又觉得正好可以借这个理由让叶婉避避风头，免得被那些公司利用。所以他希望暂时让叶婉留在我们人族位面，并希望我们炎国能提供一定的保护。他说将这个东西安装到位，面壁垒上，黑天使文明的其他公司就无法轻易搜索到叶婉，就算搜索到了，在没有访问密码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进入人类位面。可是这样的话，就等于得罪了黑天使文明的其他几家公司。是的，所以破冰说这次事情之后，算他欠我们炎国一个大人情。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市长知会过了，市长也跟都城的高层通过了视讯电话，上面已经同意了这件事。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就这么办吧。没问题。对了，那位白死神的使徒现在怎么样了？我刚刚听了下面的汇报，说那个叫郭18的同学在这次亡灵清剿任务之中表现优异。是的，每一个使徒通常都有自己提升实力的特殊方式，郭18显然也有。他虽然还是1级，但他的基础属性应该可以比得上3级以上了。不过，这孩子的身体恐怕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他的修炼天赋是1级，虽然作为使徒他的上限是无穷高的，但1级的修炼天赋代表他的升级速度会很慢很慢。这个呀，没关系，既然他是使徒，国家肯定会下大资源培养的，多分配点经验药剂就好了。而且霍冰临走之前也送了那个孩子1块黑晶，应该能够补上他1级天赋的空缺。黑晶，那个破冰这么大方。郭18跟唐红山、林雨熙他们一起到外面找了家餐厅吃饭。婉儿姐姐，你真的要长期留在我们叶城了？大概是吧。哈哈，那太好了。早上的时候，你阿姨那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把你托付给郭18了？不是，她的意思是……肯定是啊，这你还要问？人家连嫁妆都送了。不是的，那个东西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是的，心里意会不就好了？干嘛说出来？人家小姑娘第一次谈对象，脸皮薄，你们这样说出来，不是让人家难堪吗？真的不是。可是我第一次见你们的时候，你们牵手牵得好自然呢。不是的，那个是因为郭18说，那个是男女朋友之间可以表达信任的象征。哦，原来不是对象，只是男女朋友。懂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私下里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称呼吧？行了，你们别闹他了，再说他就要熟了。行了，讲点正事。郭18，这2天你可以自己找个训练场，随便修炼，摸索一下自己超凡职业的能力。或者你想跟叶婉回家自己修炼也行。这2天我们会帮你办好守夜人直属大学的入学手续，大概大后天吧，我会来接你，到时候再打你的电话。好的。叶殿下，我们受了你二姨的委托，要照顾好你。虽然我知道你的实力肯定比我们都强，但你终究对人族位面人生地不熟。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跟我说，千万别客气。好的，谢谢你，唐队。郭18哥哥，终于只剩下我们2个人了呢。你怎么出来了？我也没去触发你的保护机制吧？你是没触发，但我想出来，还不是只需要跟他沟通一声的事儿。男女朋友是吧？你那么欺负他，骗他那么多次，他心里也早就很想把你狠狠踩在脚下了。只可惜他脸皮太薄，不好意思，所以他就只好委托让我来把他的那一份一起踩回来了。怎么，这就结束了？认输了？楼上的，老子今天刚分手，别他妈太过分了。如何？这2天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挺好的，修炼很有效果，就是有点累。以后到了守夜人学校会更累的，没关系，年轻人也不需要节制。来吧，上车。原来是郭18同学，初次见面，幸会。没想到我们叶城这样一个小地方，居然也能出现一个神秘的使徒。我们学校能有你这样的人才，真的是蓬荜生辉啊！哈哈哈。王校长，那郭18我就交给你了。放心，我准保给郭18同学安排最好的资源和修炼环境。那我就先走了。那我也先回家等你。好。唐队长。怎么了，叶殿下？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哈哈，叶殿下，你不用那么客气，你是我们位面的客人，有什么事你尽管说，能帮忙的我肯定帮忙。是关于郭18的事情。郭18怎么了？
郭18他的修炼天赋是1级，虽然他是白死神的使徒，继承着神明之力，但使徒越到后期需要的修炼资源就越多，他的1级天赋很有可能将成为他未来成长的硬伤。这件事其实你倒不用太过担心，郭18终究是神明继承者，国家肯定会对他投入很大的资源培养。不是这个问题，唐队长，您知道超凡天赋是由什么而决定的吗？那什么，叶殿下，我就是个大老秃，一个爱看中二漫画的热血中年人。当年武者大学刀术大赛我是第1名，但文化课嘛，嘿嘿。超凡天赋是基因决定的，